第6幕，我们将从德希达的激进的批判理论，进入另外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批判理论——福柯的权力论述。我们将以4场来分别介绍这个重要的思想家福柯的权力论述。1、提问。提问之后，我们将要探讨的是福柯他3个阶段的思想，进入了他的权力系谱学以及缓刑监狱的探讨。最后，我们这堂课要介绍的是他晚期在权力类的自我记述。我们现在请同学来提问。权力为什么无所不在啊？培根说，知识即是力量，福柯却说，力量即是知识。到底谁才是对的？两者有差别吗？如果权力令人腐化，而绝对的权力就代表绝对的腐化，而权力还无所不在，那么社会上追求公平正义的主张和行为本身，不也是一种令人腐败的权力产物吗？好，我们来介绍谁是福柯。那之前讲过，事实上整个后现代思想里面有3巨头，那就是德瑞达、福柯跟德鲁兹。我们之前已经上完了德鲁兹跟德瑞达，那把它放在一个后结构的思想家，事实上这是一个勉强的一个分类，分类本来就是一种暴力。事实上福柯也可以被放在一个后结构思想家，但同样的德鲁兹跟德瑞达，他也可以放在后现代思想家，也就是说，他们这3巨头可以同时称为后现代或后结构，因为早期的他们都比较偏向是后结构，晚期的他们都运用到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现象去开展他们的后现代思想。所以在这一场课程里面，我们把后现代的权力观用福柯来做一个说明。那福柯是一个在整个近代思潮里面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思想家，他同时兼具了一个哲学家的角色，他也是一个历史学家。有别于其他的后现代的思想家，他很重视的是历史。那他的历史主要来自于他对历史的观点是根据尼采的一个概念，就是 history must serve life here and now， 就是历史不是来再现它的真实，像苏格拉底追求真相，真相的历史事实上是单调的，是无趣的，甚至是没有生命的。对福柯跟尼采这样思想家而言，真正有生命的历史就必须跟现在的生命紧紧相扣，那就是历史必须提供当代的一个服务。好，那这样的历史观就带引了他人生3个阶段的发展。那福柯他早期是从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那爸爸妈妈是医生，那他年轻的时候发现他有同性恋的倾向，甚至割腕自杀。那被发现这样的倾向之后，晚期的他就进入自身的经验，不管对性的经验，不管对疯癫的经验，或者是对这个权力的经验的一个探讨，他做了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挖掘跟论述。如果福柯他的理论跟其他的哲学家有任何差别的话，我相信是他对历史那丰富的一种重新的诠释跟赋予当代性的生命，让福柯成为当下的福柯。所以福柯的东西充满了历史的味道，虽然都是历史，可是他的历史都富有当代的属性跟当代的一个参照，让我们从过去看到现在权力的样态。福柯就读法国高等师范大学的时候，非常沉迷于哲学以及心理学。那他一生在毕业之后任教于许多国外的国家。那由于他的性取向在法国可能有一定的压抑，所以他早期在各个国家去任教，最后还是回到法国。那这样的一生，他有不同阶段的观点及著作。那从他一生中有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得到是在60年代
它有一个主要的概念，就是知识考古学。这是一个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知识形塑的模式。那有几个重要的著作：风电影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物的秩序、知识考古学。那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它就从这样的一个结构主义的概念，移到了一个后结构的一个权力系谱学。那主要的著作有《规训与惩戒》及信史学的第一册。第三阶段，它进入了自我记述的最后阶段。那在这个阶段中，它最著名的就是信史里面的第二册跟第三册。我们来看一下每一个阶段的这4本书。这第一个阶段当然就是60年代，它重视的是每个世界在那个时期对知识的形塑跟条件是什么，也就是说每个时代它怎么认知这个世界，怎么认知自己，怎么认知自己跟世界的关系。那不同时代会有不同认知的方式，就像考古学一样，不同的地层有不同文明要被挖掘出来。那这时候它虽然带有一点后结构的一个论述，因为他认为在那个不同阶段中还是有一些断裂啊。那这些结构性的研究成为他早期这个第一个阶段权力在发展之前谈的是一个宏观的一个人类知识的形塑的框架跟研究。第二阶段当然也很深受尼采的影响，从这个标题的知道，它是一个权力的系谱学，那就是 genealogy of power。那 genealogy 是来自于尼采的启发，尼采写过道德的系谱学。那系谱学主要的目的是要反对对历史那样一个直线的尧舜禹汤文武这样子的一个直线观、洪流的聚合观来去探讨一个权力是一种播散，像一个系谱家族系谱一样散到各个权力的面向的，而不是一个直线的，也不是一个有源头的。那这样的一个观点专注在不同权力的形塑跟权力如何被内化成一种，它称为 micro power， 就是微观权力微观权力又建构了我们的主体性。那这是它第二阶段的主要论述。第三阶段，它进入了一个比较有活泼、比较有乐观、比较有希望的阶段。因为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大家认知的 Foucault 就是 power is everywhere， 权力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人在权力的范围内，你是一定是悲观的，因为你不可能离开权力，权力永远主宰着你。那这个角度来看，在政治学的角度，它就是一个 political pessimism， 是一个政治的悲观学，因为权力主宰着你。可是晚期的他在一次面试的时候，他就提到，他在一生在探讨这个权力的主宰的时候，他有前面2个阶段的论述，他希望在他后面晚年的这一段时间，他能专注在possibility of resistance within the power network， 也就是说，他还是承认权力无所不在。可是权力无所不在的时候，要问一个问题 ：What can I do？ 我们能做什么？那就是自我记述。所以自我记述牵扯的是在你既定的权力范围内，你个人的修身，你个人的风格。所以权力记述牵扯到的是你的美学、你的伦理，还有你对你自己的一种自我的开展。那这样的一个乐观的这样的一种对自我的技术的一个在权力范围内开展，成为一个晚期傅科思想很独特的特色，就是如何借由自我的技术，在权力的范围内建构一个属于自己有风格特色的主体。权力无所不在，我们已经回答过了。那知识、力量、知识，我们也回答过了。最后一个问题是今天这个课程的结尾，也就是如果权力是让人腐败的，而且我们很多在现在的各种在台湾，从太阳花学运到这些一例一休、年金改革，各种的婚姻平权，各种的社会争议，都有一个正义的力量在抵抗政府。那如果权力是腐败的，
而且权力不分抵抗跟这个主宰。那抵抗的力量是不是也是一种腐败的力量？这个答案是是也不是。是，也就是说，任何拿正义之旗、举正义的之剑去砍龙，就是那个腐败的政府的，本身也要是有力量的，就是抵抗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但让我们要非常戒慎恐惧的知道，这个正义之剑、抵抗力量要用得得当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把龙砍了，自己那个正义的王子就成为那只龙。那这就是反对党跟执政党的关系。反对党永远去拿正义之剑去批判执政党，把批判执政党的打下来了，自己成为执政。那中间有一个人就公主，永远要被拯救，人民就是公主，不管谁执政，人民永远是待拯救的公主。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所有执政的人都要4个字：戒慎恐惧，不要犯了前面执政者下台的这样的一个错误。对权力要永远保持一个距离。我们运用权力是要生产性的，我们运用权力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的，我们运用权力是要顾及更大的一个福祉，而不是自己的政党的利益或个人的利益。那这样的一个角度会跟权力保持一个比较自我技术型的一个美学跟一个积极的面向来开展。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谢谢。